有人索性退了一步道：就算他不是魏无羡，看他房里那阵仗，一定也是个惯用邪术之人，准不是什么好东西。众人重获新生，对，修炼邪术者统统该杀。又有人提议，我们为何不把他交给江宗主？他不是最擅长对付这些鬼道修士的吗？对啊，江宗主这些年为了严查夺舍，可谓是鞠躬尽瘁，尽职尽责，宁可错杀也不放过，交给他是最放心不过了。云梦江是方阵前领队的江澄，从一开始就没有说话。前段时间他抓鬼道修士抓得狠了些，背地里就有人嚼舌根，传他成日滥杀无辜，借严防夺舍之名排除异己。还有人说他抓来鬼修，是因为觊觎邪术威力，想偷师学技，化为己用。虽然编排这话的人已经让他狠狠收拾过，他也不想再招致更多闲言碎语，最近就收敛了些，让手下先停了下来。凭良心说，江澄这几年见过那么多疑似为无限夺舍之人，面前这个真算不上特别可疑。更别说就算为无限借舍还魂，还不至于找个疯子，这实在是不像他的作风。此地又是金陵台，每次江澄来这里，行事都会比平时谨慎，不想给金陵落了画饼，因此他便想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一直默默审时度势，压根没想掺和进去。谁知他不找事，是还是找到了他。同样的一件事，之前是滥杀无辜排除异己，现在就成了宁可错杀也不放过，一顶又一顶高帽向他掷过来，弄得他骑虎难下。江澄只好使唤门生上前，将那副仙网拖过来，准备把人带回莲花坞审讯。凡是落到江澄手里的鬼道修士，就没有能活着出来的。众人心知肚明，把人交给江澄，跟直接杀了并没有区别。蓝忘机向前一步，挡在了魏无羡身前。门生无助地看向江澄，江澄脸色一黑：蓝忘机，你又要做什么？蓝忘机道：既无从定罪，则不可动用私刑。江澄本来并不想管这事，却又看不得蓝忘机那自视清高的模样，此刻当真生气了，厉声道：我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，还轮不到你来指点。仙都金光瑶全程都异常沉默，如今见两位仙门名士针锋相对，局面越发不好看，终于开口缓和：各位先别急，我请大家来点金阁，本是为了商讨瞭望台连环命案。现在从山岭笛音和血字来看，此事似乎确实跟夷陵老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，因而各位先手回府后要提前做好防范，但也别大肆传播，以免引起民众恐慌。众人颔首，终于稍稍冷静了下来。金光瑶继续道：陇东地区无仙家镇守，因而才兴建了瞭望台，若有异象，则直接通报于我，我再派人前去查看。在场各位仙门名士，可有哪位愿意自告奋勇，前往陇东一探究竟的？点金阁鸦雀无声。一来陇东天僻贫瘠，山路崎岖；二来就算杀害修士的不是夷陵老祖，这终归还是装货真价实的连环谋杀案，罪魁祸首一夜连取5人性命，威力仍然不可小觑，因此没人愿意去。既然无人自愿，那就由我派。我去。说话的人是蓝忘机。有那么一瞬间，金光瑶嘴角那完美无瑕的微笑似乎颤了一颤，只不过很快又恢复如初。好，那这莫玄羽由我照看。蓝忘机一言九鼎，话音一落，此事便板上钉钉，众人再无异议，渐渐散去。只可怜魏无羡仍被网绳束缚着，直到点金阁的人都走光了，还是无人好心为他松绑。他四下张望，看见蓝忘机和蓝曦臣2人还在门口逗留，正在细声讲话。魏无羡忍不住竖起耳朵偷听，可是姑苏蓝氏的人说话，若是不想让人听到，那就是没法听到的。不过说到一半，蓝忘机似乎情绪有些激动了，一时没控制住气力，
说话声侥幸传进了魏无羡的耳朵里。他听见蓝忘机道：“难道兄长也认为是他做的？”蓝曦臣正要反驳，蓝忘机的声音却更大了，还隐隐发着抖：“他残害5名修士，他要血债血偿。”蓝曦臣叹道：“你知道我并非此意。”蓝忘机垂眸不语。蓝曦臣看了他一眼，摇了摇头，最后交代了一句什么，拂袖离去了。见蓝曦臣走了，魏无羡赶紧收敛表情，等蓝忘机过来给他解绳子。片刻后，他才发现蓝忘机并没有径直向他走来，而是伫立在原地，垂下了头，脊梁似乎也微微弯曲。魏无羡皱起了眉头。平心而论，前世他与蓝忘机的交情算不上多，虽也有过并肩作战、同道同行的时候，最后却证明终究不是同路人。可魏无羡却一直记得蓝忘机的站姿，不管发生什么，他一定站得端正挺拔，头正目平，就算是沉吟思索，最多也只会微微垂眸，不会将整个脑袋耷拉下去。刚才面对其他修士的嘲讽刁难，他也依然八风不动，稳如磐石。而眼前蓝忘机这般模样，几乎可以说是垂头丧气了。说来也怪，被众人指着鼻子唾骂污蔑时，魏无羡都无动于衷，心如止水。如今看见这样的蓝忘机，却是他重生之后首次感受到情绪。究竟是什么情绪，他也说不上来。好在没多久，蓝忘机又抬起头，迈开步子朝他走来，再次变回那位玉树临风的翩翩君子。魏无羡终于松了口气，碧尘铮铮出鞘，3两下斩断网绳。魏无羡扭来扭去，终于从缠成一团的乱绳里挣脱出来，掸掉身上尘土，随便收拾收拾，抬头看向蓝忘机。这么看了一阵，魏无羡突然想起虚尽一个疯子的本分，又咧开嘴，对蓝忘机傻不溜秋地笑了起来。蓝忘机如同一面铜墙铁壁，面对他如此荒唐的癫笑，也不动声色。魏无羡样样地止了笑，二人相对无言。终于，蓝忘机开口：“你不必担心，我定会还你清白。”听见这话的魏无羡心中情绪颇为复杂。他早就习惯了千夫所指，如今重来一试，也没指望能有什么好转。眼下突然遇上个替自己说话的，倒是让他无所适从，忍不住琢磨：这蓝湛怎么这么信任莫玄羽啊？难不成二人是有什么不为人知的交情？可再一盘算，若真是如此，蓝忘机怎会放任莫玄羽被人欺凌至此，走投无路到只能以死明志？况且听蓝忘机方才跟他说话的语气，也不像曾见过莫玄羽。虽然瞭望台修士非他所杀，可那5声笛音直指夷陵老祖，如今他又确实重返人间，几件事连起来看，摆明了是冲着他来的，后面指不定还有多少麻烦等着他。麻烦再多，他自己也不怕应付，退一万步讲，就算是应付不过来，大不了也就是再死一次。可现在偏偏搅和进来一个蓝忘机，魏无羡心里难免有点无语。好端端的，你干嘛非来凑这热闹？思前想后，不管蓝忘机是出于何种原因要护莫玄羽，魏无羡都不能把他拖下水。点金阁议事结束后，魏无羡被带进了蓝忘机客居的一间侧房里。清谈会期间，金陵台戒备森严，全副武装，只有持通行令者方可出入。白天，魏无羡的肉身待在侧房里，捡了个小纸人附体出户，在金陵台上上下下蹦跶了一下午，终于发现了一条密道。待到更阑人静，魏无羡魂魄归位，准备溜之大吉。本来他已经做好了撬锁爬窗的准备，却发现原来侧房并未上锁，轻轻一推，门就开了。魏无羡竟就这么大摇大摆地走了出去。看来他不在的这些年里，金陵台又扩建翻修了好几次，若不是他下午熟悉过地形，
很容易就要在重廊副殿里迷失方向。在魏无羡的印象里，以往金鳞台只有殿前广场种了金星雪蜡，如今却遍布各地，令人目不暇接。层层叠叠的聚拢在围栏间的花圃里，簇拥着中间铺满细蔓的行道。花圃里繁花似锦，却不见一丝杂草，一看就有专人日日精心呵护。途径一处府邸时，魏无羡驻了足。此处建筑跟别处一样，雕栏玉砌，金碧辉煌，极尽奢华。让魏无羡好奇的是，那仿佛无边无际的金星雪浪花海，却在这里意外地停了。